喂告，今天任务是里昂。来到法国，千万别错过这座真正的法式城市。里昂是历史与美食完美交织的地方，比巴黎更道地，也更迷人，能让你慢下脚步，好好感受生活的美学。而且早在西元前43年，古罗马人就爱上这里了，在此建立了高卢地区的首府。我来到里昂了，里昂呢是法国第3大城，然后也是一个国际大城市。但同时呢，里昂的旧城区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而且这边更有美食之都的称号。那我们来看看吧。结果行程都还没开始，我就被这条河吸引了。坐在河边休息。眼前这条河是索恩河，对面就是世界遗产的旧城区。有兴趣的人可以搭乘观光游船，享受历史文化巡礼。好啦，我们继续。里昂的地理位置其实非常的好，它位在索恩河跟隆河的交汇处，然后它的地理区域啊也是用2条河来划分。我现在身后这条是索恩河，然后索恩河的左边过去的就是老城区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前往旧城区吧。我们现在来到旧城区这一块了，然后我要先上山到最上面去看整个市景。来爬楼梯上山喽！跟着这个指标走。我应该上来到最高点了，那边超多人在看风景。我们现在来看整个里昂的城区吧。其实我们走蛮快要上来了，然后从这边呢可以很明显看到它的地理分界，有2条河，左边是索恩河，右边是隆河。然后索恩河以西的话，这边就是富维耶山，然后中间就是2条河的半岛，然后最右边的话就是新城区。好多人在拍照看风景，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。看完里昂市景之后呢，旁边就是富维耶圣母院，它是位在富维耶山上，然后也是里昂的制高点。它这边蛮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建筑啊，是属于罗马兼拜占庭的风格，然后这边也被列为世界遗产，而且进去参观不用钱哦。我们去看看。这座教堂建于1872年到1896年间，包含上下2座教堂。我们先来看看上教堂吧。上教堂非常华丽，供奉的是圣母玛利亚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覆盖着金色的马赛克，大部分的图像都在颂扬圣母玛利亚，描述她的故事。而下教堂非常简朴，供奉的是圣母玛利亚的丈夫圣若瑟。在里面待了一阵子休息一下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找以前罗马的遗迹，因为这边呢以前被罗马统治过。到了，太帅了！这里就是古罗马剧场，可以推溯到公元前差不多43年，那时候罗马统治的时候所建的，好棒哦！而且这边的风景真的超棒，它是在山上嘛，就离教堂走路大概5分钟就到了，然后看下去的景也是一级棒。而且今天天气超赞，所以你们仔细看向远方，可以看到白朗峰哎，我3个礼拜前在的地方，有点像回到那时候在土耳其看罗马剧场的感觉。然后现在这个剧场啊，是法国现存最古老的剧场之一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坐下来体验一下看剧的感觉。其实这个剧场啊，现在还有在使用，所以有些表演会在这边演出。然后当时回溯到公元前那时候，这边可以容纳差不多11000人的座位耶。哇，想象一下，早在2000年前，这里就已经是高卢地区最热闹的表演场所了。
就在剧场旁边有一个博物馆。好，要结束古罗马剧场了。我又在这古罗马剧场发呆坐了超久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走下山去旧城区那边看看。等等，先不要离开罗马剧场。我刚刚看到这个后面的大剧场呢，它是建于西元前20年左右。然后在它大剧场旁边还有一个小剧场，差不多建于1世纪末跟2世纪初。我们去看一下。这边呢比较小一点的剧场，然后差不多可以容纳3000人。从这边看，我可以看后面2个剧场。好了，那真的要跟剧场说再见了。这剧场就是古罗马城市发展的核心证据之一。而在富维耶山上，还有其他罗马浴场和寺庙等遗迹。从这个吉尔吉永斜坡走下来啦，然后继续前往老城区。他们的建筑很特别，如果你懒得走上去富维耶山的话，这边有缆车可以搭上去。走下山呢，这边就是里昂主教座堂，它建于12世纪。然后在山上那个富维耶圣母院兴建之前，这边是最雄伟的教堂。教堂前面就是一个大广场，然后可以在这边休息、拍照，好好享受这个天气。好像可以进去参观呢，我们去看看。今天天气超好，你可以看那个窗花，阳光从窗户这样透进来的光线，变得5颜6色的，好美哦。出来，圣母院就在山上。逛完教堂，我们继续往旧城区的方向，就在旁边而已。有很多商店、小店。这条是圣若望街，也是里昂最繁忙的街道之一。来这边面包店啊，你会看到红彤彤的，这是果仁糖面包，这是里昂的特产。就是将杏仁或榛果的外层裹上一层粉色焦糖做成的各类糕点。以前里昂啊的纺织业跟丝绸业很有名，所以被誉为欧洲丝绸之都。然后到现在还可以看到街上有卖一些丝绸纺织品。那这边差不多就旧城区有一些餐厅啊和小店。那我们现在要过桥去到半岛区，我们要走去过桥了。然后这边后面呢是里昂的法院大楼。各位，这是2025年的 Sonia 了。其实里昂那支影片啊，是我在2年前拍的。我现在人呢在澳洲的阿德雷德打工度假啦。然后有没有发现，我以前在欧洲都背了一个又大又简单的户外包？还好我发现来自英国的 Bera， 他们最新出的 Tommy 后背包，让我的旅行质感直接升级。像我现在走在阿德的欧式建筑旁，是不是背起来超搭的？而且它不只好看又实用，不管你去逛街、健行或海边，都可以背它。而且我觉得它的容量很刚好，放下水壶、iPad、零食等等的杂物。然后前面呢还有2个小收纳包的设计，我会放一些卫生纸、钥匙、护手霜这种小东西。重点是它的皮革超有质感的，是来自玻利维亚的传统工艺。然后每一个扣子也都超复古，背带还能调节，而且还有减压的设计。我后来去查创办人 Jake 的故事，他其实是个旅行作家，之前就旅游到南美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当地的皮革工匠，然后就决定合作，把传统工艺做成旅行包。所以我也期待有一天我的旅游也能做出什么来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包的话呢，会把链接放在下面资讯栏，它总共有3个颜色。然后用我的折扣码买的话，还会送一个皮革托盘哦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回到2023年，又来走过索恩河，太美了。后面的圣母院，来到2河之间的半岛啦。这边是白莱国广场，听说是欧洲最大的广场，但是呢，现在在整修，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全貌。再往前走一点，又来到一个广场，是雅各宾广场。它位于里昂市中心半岛区的心脏地带，也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。来半岛呢，主要逛的就是这条名店大街，但是呢，身为穷游的我，还是快快走过就好了。但可以欣赏一下它的建筑啦，法式建筑。
大街走到底了，这边就是里昂的市政厅。然后前面有个大广场，还有喷水池，旁边也有很多餐厅，都可以坐在这边休息发呆，然后欣赏这些建筑。这个就是沃土广场，而市政厅是里昂最大的历史建筑之一。天气好棒哦！这巴托尔迪喷泉，也就是自由女神的设计者，一位坐在战车上的女子，掌控4匹骏马。接着，当你走在里昂的街头巷尾，你会发现墙上有许多壁画，我们就来找其中必看的一幅里昂人壁画。这800平方公尺的壁画，展示了来自里昂的24位历史人物和6位当代人物。知道美食之都啊，要来吃什么呢？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，赶快去超市买了烤鸡。好啦，我在背包客栈吃完饭，我现在要去最后一个景点了。好棒的天气！我们现在过的这个河是龙河，过去之后那边就是新城了。我们要去一个公园。很多人在这边骑脚踏车、散步、跑步，太棒了吧！在河边玩水。现在上下班时间，好多车，有很多骑脚踏车的人。哒啦，公园到了，超多人推。因为来之前呢，就跟我朋友说我要来里昂，有推荐什么景点，然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说这个公园一定要来。我们进来看看吧。有些人在骑脚踏车啊，在跑步啊，遛狗啊。公园好大哦，左边有一个大湖，然后我右边呢是一个大广场，很多人在那边打球啊。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走去哪里。天气超好，先找个椅子坐下来发呆，然后看他们打球吧。这座金头公园是法国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，可以说是里昂之肺。我在那边发呆发了好久，然后太阳已经渐渐下山，开始冷起来，天要变黑了，我们差不多走走逛逛就要回去了。这是公园的地图啊，他们叫我要去这个啦，植物园还有动物园，但是现在好晚了。看到动物了，是鹿哎，这就是他们说的野生动物园，应该还有其他动物，但是现在没有看到了啊。这边应该就是植物园了，那现在应该也是太晚了，植物园都关起来了。哇，太酷了吧！其实植物园还有哎，这边真的太可爱了，应该早点过来的。好多人在这边运动哦。这边真的太酷了，要早点来。我刚刚想说好累哦，坐在那边休息一下。又找到白鹭鸶了，讲错了啦，是红鹤才对。现在时间8点了，我们要走回背包客栈了。然后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公园里面还是超热闹，很多人在跑步、骑脚踏车，然后在草皮上练球啊等等。下次真的一定要早点来，这边真的太多事情可以做了。现在是夜晚的龙河，看一下有没有星空，龙河上的星空。那差不多要结束今天的里昂一日游了。结果今天早上呢，本来报名 free walking tour 就免费的城市导览，但是太晚报名了，已经额满了。但没有关系，天气好什么都好，今天一整天真的超开心的，拍照怎么都很好看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去往西边的法国走，下一集就是西班牙朝圣之路见哦。This is life， 拜拜。我来到越南的首都河内，是越式三明治叫做 Banh Mi， 我们这个叫做 Bún Chả。Obama came here waiting for the train。哇，吃晚餐喽。